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中文故事播客，我是你们的中文老师小薇。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是交朋友必备兴趣与爱好的中文表达。姜维，你之前说想跟中国朋友聊喜欢做什么，却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，对不对？大家好，我是姜维。没错，上次和中国朋友聚会，他们聊周末喜欢去唱歌，平时爱运动。我想加入聊天，却不知道打篮球、喜欢看电影怎么准确说，只能默默听着，太着急了。我特别想学好介绍自己的爱好、询问别人的爱好的表达，比如我喜欢打篮球，你平时喜欢做什么？小薇老师，咱们从最基础的表达喜欢开始吧。没问题。表达兴趣爱好的核心句式特别简单，先从我喜欢开始。姜维，你最喜欢打篮球，那你跟我说说看，怎么表达才最合适呢？小薇老师，那你看我表达的对不对？嗨，朋友们，我叫姜维，我非常喜欢体育运动，而且我特别喜欢打篮球。看你们聊得很开心，我可以跟你们一起探讨吗？小薇老师，你看我这么说可以吗？姜维，你说的太好了，真没想到你的进步这么快。太对了，核心句式就是我喜欢加上动词短语，比如喜欢唱歌，喜欢看电影，喜欢学习中文。但这里要注意一个小细节，就是喜欢后面的要是还有其他的描述，要加上和。比如我喜欢打篮球和踢足球，这样就会更自然也更通顺了。姜维，你还喜欢学中文和看中国电影，能不能组合起来说一句？好的，小薇老师，那我再试试看。我叫姜维，平时的兴趣爱好是喜欢打篮球和踢足球，还有我还喜欢学中文和看中国电影。小薇老师，这样可以吗？完全正确，多个爱好用顿号隔开，而且你刚才在爱好中加的和特别自然，非常好。如果想强调特别喜欢，可以说我特别喜欢某某事情，比如我特别喜欢看中国的武侠电影。如果是不喜欢，就要说抱歉，我不喜欢跳舞，因为我跳得不好。这样既表达了态度，又说明了原因。中国的朋友一看你这样的表达，就完全理解你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了。那我明白了，小薇老师。那如果说询问别人的爱好，该怎么说会更合适呢？比如我想问问中国朋友，你平时喜欢做什么？怎么说才礼貌又自然？这是个好问题。我来跟你说，最常用的是2个句式吧。第一个是，请问你平时喜欢做什么？平时强调日常，特别贴近生活，同时加上了请问，表示得更有礼貌。第二个是，请问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吗？兴趣爱好是 hobbies and interests， 固定表达会更正式一点，比较适合刚认识的人。姜维，你试着用刚刚这2个句式来问我，我来回答你。咱们俩演练一遍。好的，那我来问你，小薇老师你好，请问你平时喜欢做什么？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吗？姜维你好，我平时喜欢看书、听音乐，周末还喜欢去公园散步。你看，回答时可以用平时喜欢、周末喜欢结构，让内容更丰富。姜维，如果你朋友说喜欢运动，你想追问喜欢什么运动，该怎么说？要是追问的话，小薇老师，你让我想一下啊，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追问？你喜欢的体育项目都有什么呢？比如是打篮球呢，还是踢足球呢？小伟老师，我这样追问的方式可以吗？非常好，完全正确。
在你喜欢什么运动这个提问里，你还加入了具体的答案，这样非常好，因为这么问的话，对方就会很明显的知道你在问他具体的事情，同时对方也会给出你具体答案，你们的沟通就会非常的简单，双方也能快速知道对方的问题。姜维，没想到你对细节的理解还是很到位的嘛，不错不错，要继续保持努力哟。谢谢小薇老师的鼓励，你刚才教我的追问方式确实太实用了。对了，小薇老师，如果我还想知道描述爱好的程度这个细节，我应该怎么说？姜维，看来你对追问细节的理解还是很深刻的。那我来告诉你如何描述爱好程度的表达。比如呢，可以这样说：我很喜欢打篮球，而且每周都打2次。很喜欢比喜欢程度更深，每周2次是表达频率的常用结构，还有每周打2次篮球，或者每天打1次篮球，这样的表达也加入了具体的频率，会让对方感觉到你的喜欢程度。从这里也可以有一个延伸，就是如果想表达爱好带来的感受，可以说我喜欢打篮球，因为打篮球能让我很开心。它的句子结构就是爱好加上我再加上感受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的描述你的爱好程度了。我明白了，小魏老师。那我现在来完整练习一遍吧，你来帮我把把关。我先介绍自己的爱好。大家好，我叫姜维，我喜欢打篮球、学中文和看中国电影，而且我特别喜欢打篮球，每周都打2次，因为和朋友一起打很开心。我也喜欢学中文，因为中文很有趣，还能了解中国文化。小伟老师，我这样表达可以吗？姜维，你表达的简直太完美了，句式流畅，还加了频率和感受，完全符合日常交流的场景。再教你几个拓展表达。如果想邀请朋友一起做某事，可以说周末我们一起去打篮球吧，或者是我们周末一起去看电影吧。还有一种情况是，如果朋友说我喜欢唱歌，你可以回应我也是，那我们下次一起去唱歌吧。这里的我也是在表达共鸣的常用语，也是认可对方的一种态度。原来是这样，原来爱好里还有这么多细节需要注意的。太感谢小魏老师了，今天学的表达都很实用，比如我喜欢，你平时喜欢做什么？每周2次，下次和中国朋友聊天，终于能流畅聊兴趣爱好了。我还发现，只要掌握核心句式，再结合自己的爱好补充细节，就能聊得很投机。没错，聊兴趣爱好是拉近距离的最好方式。中文里相关表达都很简单，不用复杂词汇，重点是大胆说。给你一个小技巧，把自己的爱好用今天学的句式写下来，比如我喜欢什么，每周几次，和谁一起做什么事儿，很喜欢。把这些句子多念几遍，遇到场景就能脱口而出。如果以后想学习更复杂的表达，比如我喜欢听古典音乐，尤其是古筝曲，我爱好爬山，已经爬过3座中国的名山了，我们再慢慢拓展。好的，小魏老师，我记住你的嘱咐了，我现在对学中文更有信心了。希望其他外国朋友也能学会这些表达，能和中国朋友聊得开心。没错，那我们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，感谢姜维的分享，也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如果大家有想学习的其他中文话题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谢谢小瑞老师的分享，也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